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财报利空兑现，特斯拉恐慌情绪释放，下方下跌空间可以看到哪里？阿哲依旧看涨特斯拉，但上期视频也特意提醒，财报前不要随便去压住上涨。昨天盘前广播也再次提醒这一点，要提前减仓。HOD 日内走强，双底形态等待确认，这里会不会是一个波段低点呢？美股震荡下跌，有可能是短线再次买入时机。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4期的视频。那么我们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指它的一个30分钟170天线的使用，还有我们在日内今天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对于指数的环境，它的一个方向要有一个明辨。我们只有看懂指数的方向，才能更好做好以下个股的分析和它的方向操作。就像本次的市场出现了一波短线的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如果指数保持上行，那基本上我们的个股的短线获利在多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它越是靠近我们上方阴线的高点，那么这个地方将越存在抛压，而它的风险性也更大。所以在盘前广播，阿哲昨天也再次提醒，这个地方你可以不去卖股票，但是千万不要在这里再次的加仓，加更多的筹码去买进股票，这里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区间。而通过指数的环境分析出这个观点后，我们在个股操作上，至少你不至于说我在这个地方买了加了仓了，就立马买到高点，买到短线的高位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在第一部分对于指数环境先做一个明辨，而后再讲到个股解析。那么个股上我们会讲到特斯拉、HOD、APP、英伟达、博通、AMD、HMS、Circle、PLTR、Coin、TR、Huawei、苹果、FIG、阿斯麦、MSTR、谷歌、亚马逊以及 SMCI。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是偏多的，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或者说不是每一只个股标的您都感兴趣，那您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这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标的所涉及的时间轴已经都分段好了，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跳到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但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最为主要的关键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指数的分析。那么当下的市场为什么越是靠近上方的阴线高点越容易是一个风险，或者说越容易是一个压力呢？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地方构成了一个晕线的结构。目前的市场虽然短线有上涨，但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大阴下跌破位之后的一个修复的过程。而我们说反转和一个反弹的很大的区别就是能不能够新高的问题。而当下的市场想要修复这一波下跌所导致的影响，而要回归上升趋势，那么关键就是能不能把这个高点给吞掉。如果吞掉，那么晕线上破，趋势回归上涨，而反之晕线下破则趋势会回归下跌。所以当前这个区间之内是多空博弈争夺战，它没有那么容易能够选择一个方向，所以越往上靠你会知道这里越是震荡行情的高位区间，越往下走越容易是行情的低位区间。而震荡行情的选择就是高抛和低吸，目前在上涨时不要随便加仓，而应该以获利兑现、短线离场为主。那股价下跌，特别是短线大跌，那么你要注意的是寻找买点为主。那么当下已经出现了2根阴线，在震荡行情当中出现连续的阳线和连续的阴线，一般容易产生震荡行情当中的高点和低点。所以目前你所看到的行情基本上是2根阳线、2根阴线、2根阳线、2根阴线。所以大体2根阴线和3根阴线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容易产生一波再次的反弹行情。当然前提呢是震荡行情维持，而目前因为上方的压力还有，所以当前是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短期下跌之后，更多的可能会迎来短期的反弹。而我们看一下30分钟的170天线，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30分钟170怎么去观看，或者说日线和30分钟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观察股票的趋势。170天线呢，已经涉及到中期以上，接近长期的一个趋势走势周期。而正常呢，它会引领股价的一个波动的方向。当市场处于空方的走势下，那么170呢，正常是向下的偶尔可能会向上，但很快呢会回归一个向下的走势。那么在趋势向下时，
而价格的表现就是大部分时间它会处于170的下方，并且股价反弹呢一般是很难站稳170，很容易呢出现反弹之后跌破，或者说反弹时呢有压力。反之，在本级别怎么去转变趋势，那么就是从170被有效突破，并且回踩逐渐站稳是一个支撑的时候，这表示趋势有很大概率是要反转了。所以对170的使用，你可以关注2个地方，一个就是它是支撑还是说它是压力，另外一个就是它究竟是被跌破有效还是被突破有效。那么以此呢，你会发现从前期的25年4月的低点上涨以来，那么170呢以支撑为主，股价呢基本都在它之上，而后破位170很多都是以无效跌破为主。那么近期的行情又该如何去判定？我们通过170的上穿和下穿可以看出，目前更多的不是一个上涨趋势和下降趋势，它是一个30分钟的震荡趋势。而30分钟处于目前的170上下震荡，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判定何时会脱离震荡，回归到某个单边走势上涨或下跌。那么这里要关键就是这个均线它是转为支撑还是压力。那之前这里下跌，我们说怎么去判断它的跌破和突破呢？这里就要看跌破的2根 K 线。那么一般来讲，跌破的2根 K 线后，如果会有支撑出现，那么一般这种跌破不是一个有效跌破。那如果跌破之后还会继续下跌，那么说明这里大概率是跌破有效。那跌破有效，反弹就应该是有压力。所以当时这里反弹这1天2天是吧？反弹时变成2K 有压力，1天2天2根 K 线有压力。好，这里其实已经转空了。那最近的价格突破出现1根2根，所以我们上期视频也讲过，这里呢是一个支撑区，如果这个区域被跌破，那么价格很大概率依旧要去下穿170天线，因为它就说明目前依旧是空方占优。虽然市场呢目前日线看呢也是向上，好像要突破上沿，但是整体以170来看，它是无效突破的。每次突破2根 K 线都无法守住，而快速跌破回归170之下。目前的30分钟格局告诉我们，日线虽然感觉上涨，但其实是震荡并且偏空。那么170天线被跌破，并且这种跌破呢是没有止跌的，而是顺势呢一直在往下去进行下跌。那么回到了一个震荡的区间箱体之后出现反弹，目前你要看一下这个反弹到均线的时候，它会不会有压力？如果这里不能够站上，而后选择向下破低点，那基本上方向呢是以空方为主要的方向了，它的演进的方向就是震荡转空。而反之，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突破2根而后形成震荡，甚至呢继续往上走，那么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还是处于震荡，或者说慢慢的由震荡偏向转多头。所以30分钟我们可以这么去观察。以上呢就是对于30分钟170的一个使用。接下来我们看到日内的撑压，当然这里要提醒我们的170天线同样的用法，你在日线在1小时，在这个30分钟都可以这么去看。不过阿哲一般看的是日线和30分钟比较多稳定性会强一点。个股呢也可以这么去看。稍后在 HOD 的解析当中，我们也同样会讲一下30分钟它的170天线怎么去观察。那么下一个方面，我们就看一下日内撑压红绿灯。这一个呢，就是阿哲要讲一下今天日内关注的短线支撑和压力，它呢在短线上能够提供一些趋势的识别。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图表，就是阿哲呢每天会去关注的一个短线撑压点位的计算和公布。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应该能够在每天盘前看到这一则信息，这是阿哲所写到的美股盘前广播。首先你要看一下是不是订阅粉丝同学。那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那基本上您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观看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都可以收得到。您只要找到助教就能够去领取得到了。那么在昨天的信息当中，阿哲是不是有提到关于纳指呢目前上涨靠近大阴高点，收了一根运线，震荡行情靠近压力就要注意了，它不是买入时机这个压力呢很靠近。而对于30分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根 K 线的价格，它如果不跌破还有机会，但很明显昨天呢它是以盘中直接大阴线击穿，所以后续去跌破170天线的。这是阿哲每天盘前会去给到的一个指数的一些看法观点会比视频更加及时，并且每天会更新。而后就是下方的一个个股的跟踪波段的一些跟踪。像昨天的特斯拉是不是有讲到波段看涨，但是财报呢发布在即昨天呢又转了红灯。那么等一下会说一下什么叫红灯，减仓规避风险为佳最好不要赌财报是上涨的。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有关于市场当中的日内点位的预测了。
那么这个点位怎么去使用呢？并不是说阿哲你给到这个点位是今天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吗？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市场当中的收盘价和它的对比。那么阿哲认为，如果市场当天的收盘价能够高过这个高点压力，就说明多方呢还是可观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日线会标记一个绿灯 K 线，这说明多方强势，那么依旧还能够保持一个整长的或者说相对积极的做多行为。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了低点支撑，说明空方较强，跌破了关键的日内点位，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红灯 K 线。红灯一旦产生，那么这一波上涨的绿灯行情，你所积累的利润最好能够开始有所兑现。你不一定要清仓，但是你开始要注意，这里不能够再那么积极的、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做多了，要进入防守状态。只有重新转为绿灯，重新收盘突破日内的高点压力，才能够开始去做多。而后在红灯出现之前，我们正常来讲这种行情就是积极做多积极看涨的一个情况。只有进入红灯只有开始红灯出现的频率变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始小心。所以红绿灯是阿哲呢一般去界定市场短线趋势多空层面上的一个识别方式。这一个方式，这种方案，这种视角，它不是说100%有绿灯后续一定涨，有红灯后续一定跌，而是提醒我们目前是偏多还是偏空。在有一些行情下，我们可以很积极的肆无忌惮的你就看涨就行。但是，一旦红灯开始冒头了，开始出现了这种行情我们就开始要注意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所以近期呢，在出现了绿灯之后，开始有所上行，但是目前又开始出现了红灯。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开始要进入到一个防守状态，直到下一个绿灯出现，我们再回归看涨。所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怎么样会重新展开新的绿灯。像昨天的特斯拉呢，就比指数要弱一些了。那么指数呢是在周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红灯，而特斯拉呢是周二的时候出现红灯。所以昨天我们才会提到什么叫做转红灯特斯拉是提前一天比指数提前出现红灯的。而我们再看到最新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价格。今天的预测高点是22,859.39，而预测低点呢是22,395.08。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是处于22,859.39之上，就说明它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红灯转绿灯，再次回归积极看涨状态。而如果收盘价是在两者之中，亦或者是收在预测低点之下，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延续下跌的状态。而未转绿灯之前，我们整体以防守来看待。这是有关红绿灯的视角，告诉我们目前市场的状况比较简单，但是阿哲认为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比较实用的偶尔可能震荡行情它就有点失灵，但是很多时候单边上涨单边下跌，波段上行波段下行的时候，它会给阿哲提供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点位也作为我们每天盘前必然会公布的一个价格。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应该能够去看得到每天的这个点位。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助教领取这个盘前广播，阿哲呢简单教一下各位。首先，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底下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专门去发布的。在这一条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联系方式，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您可以跟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一般来讲，您就写一个盘前发送给他，他收到您发的一个文字之后，就会告诉您怎么在美股盘前去领取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你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这个感叹号当中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都是一样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助教，那么后续的一个福利都可以领取得到。这里阿哲呢再强调一点，如果您是已经订阅了阿哲的一个同学，那么一般来讲呢，您是有2重福利。刚才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盘前广播和点位的预测，是一些文字的提醒，对于大家在每天的短线判断上应该有一些帮助。而后，如果您是对于技术分析比较感兴趣，想要学习然后掌握一些相对的知识的话，那么福利2呢会更加适合你。每天能够抽取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能够用在股票的知识学习上。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呢，是每周都有去制定一些特殊的内部不公开的课程，只针对我们粉丝订阅同学去教学。那么这些内部课程呢，会有更加进阶的知识和技术分析的分享，那么对您会有更大的帮助。比如说，在我们本周，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叫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的一个主题的班课总共有4节课，会讲到低吸模型、
反转模型、高抛模型和万能交易模型。那么等等呢，都是以技术分析的角度去出发，如何去解决市场当中的某一些问题而展开的知识教学。那么这些课程内容都是结合实际的行情案例我们去进行教学的，所以对于爱学习的同学，那么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那么这个课程已经进行到一半了，那么很多时候都是直播加回放的方式，所以错过直播的同学也可以找朱老师领取一下回放。那如果能够参与直播，那么也不要错过未来的每一节课程。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一部分呢，是指数的方向。目前如果对于指数方向有了一定的判定的方式，我们来到指数后的个股分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方面，我们看到盘后呢，其实已经有所下跌。那么市场当中，在这一次财报之前，技术面上是有一些离场的提示，或者说离场的一个提醒的。因为在财报之前的那根 K 线，它的收盘价又再次跌破了 439.60， 虽然它盘中有一个下影线，但确实收盘价呢跌破了这个价位。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地方有一个运线运线上破之后，虽然是小 K 线，但是你可以构成运线上破的一个看涨，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就是它的运线上破是有可能失败的。一旦运线上破失败，重新回到运线之内，我们要界定一下，这里有可能是个假突破，而假突破它又有可能回归震荡，那么回归震荡就有机会再次回到母线的下沿区间，那么一不小心可能跌破母线，就会选择方向向下。所以你在财报之前出现收盘价跌破母线的高点，那你要知道它两种可能性：震荡或者说出现下跌。那么正常也应该执行减仓的动作。那么当下呢，就很大概率还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内，这个区间的上沿是 439.6， 区间下沿是 419.99。那么在今天盘后的价格目前呢还在这个区间之内，所以我们依旧等待这个区间之内选择一个后续的方向。如果它真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区间的下沿包括这个母线的下方，那基本上就是持续的减仓。因为我们说过，下方的一个关键支撑呢是在前方这两个缺口附近，就是一个倒行反转的态势它这里呢是一个强支撑。那如果价格往下走，那是不是我们要逐渐减仓，直到这个地方去试探支撑？如果真有效，我再重新以此作为波段的买入时机。而假如这个地方都无法去有效支撑，而是往下去触及另外一个支撑点，那么将会是 367.34 左边高点附近。而后假如它真的特别弱，连续的支撑都无法去止跌，那么下一个空间将会看到170天线。那最好不要回到这里回到这里呢是一个大机会，但是同样的也会可惜之前的这波上涨所形成的多方趋势也会走坏，那么短线、中线都会走坏。回归这里将是一个中长线重新酝酿趋势的地方，所以尽可能不要重新回到170日线附近。那么上方的空间你就可以看到缺口以及呢这个母线下沿作为支撑点。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说明短线上这个特斯拉的财报后的下跌根本不影响趋势，还能够继续看涨呢？很简单，重新站到母线的上沿之上，运线再次上破，那么第一次突破失败，第二次大概率是成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上它的资金和动能。目前呢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你会看到飘带是紫色，那紫色飘带意味着中期的趋势、短期的趋势还是属于多头。那么多头趋势下，它的飘带在不断的收减，目前依旧是紫色，但是已经是缩减到特别极限的地方，随时由多会转空。所以当前飘带范围呢，它的下沿在 435.123。如果今天收盘价跌破飘带，你要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砸盘的双 K 的出现，就类似于170天线的那个用法，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一般第二根 K 线判定有支撑出现，大概率跌破是无效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短线的一个砸盘后的再次的启动看涨，而这个区间呢有可能是在母线下沿附近所产生所以这一点是后续要去关注的。那么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明特斯拉它这一波财报后的下跌呢很容易被修复，而后可能只是一个砸盘，就是股价的收盘价连这个影线都吃不掉。如果这里直接是一根影线都无法把它吃掉，或直接呢是反包阳线，那基本上可以直接看作再一次为买点因为它大概率呢会站在母线的上方。那假如它是一根实体阴线，直接把这个下影线给吞掉全吞掉，那么就说明下跌空间确实要打开了，至少要看到母线下方的一个支撑位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 K 线角度可以去看到的。我们再看到红绿灯低点支撑今天是 425.716， 高点的压力 442
0.25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D。HOD 呢，目前你所看的是30分钟的107天线。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107天的用法？目前它是出现了下破反弹站不上，并且再出现破低点的动作。所以从30分钟来讲，它的趋势这一波其实是已经有所转向。你的小心风险点是在它2次都无法站回到飘带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股价的一个继续下跌反弹。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到这个地方反弹170是向下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趋势走势就偏空，所以再破低点呢，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当然，当时我们说能够买进的原因是什么？日线出现了交易点。好，目前呢，日线的止损还没有打掉，而后我们接下来所看到就是从30分钟来看呢，它的趋势是走向下了，但是它左侧呢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低点支撑，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加速后碰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反弹力度还可观，说明这个支撑位是有效的。那么当前来说，30分钟继续的风险点就是股价再次有阴线把这个点位跌破，那么下方打开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个时候日线的交易点就要离场，就要止损啊，不能再盲目加仓。那么当前这里是否构成加仓点？30分钟是构成的。我们看一下它的 HOD 啊，30分钟的一些指标状况。我们目前所看的是30分钟的 HOD， 那么图中呢有一些颜色指标啊，比如说颜色 K 线，白 K 一般代表是一个波段的超跌信号，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这些反弹低点啊，都是30分钟产生白 K 而后白 K 反抛后出现了反弹啊，但是它们这些信号的反弹力度呢，不一定说会反转，所以整体还要看一下结构。那么这一次呢，股价下影线扫过了左侧低点啊，和我们所说的左边的这个压力区间。那么整体来讲，它出现了一个巨宝盆，还有低位的资金流进的一个动作。前期这里其实也有这种行为啊，不过当时呢有170的均线的支撑，所以这个动作呢是结合趋势的上行，所以效果会更好。而目前是趋势走为30分钟的下行，那么这里我们要博弈的是超跌反弹以及呢趋势的一个反转。30分钟的波段走势走了这样一波下跌，那有没有可能在日线级别的支撑出现30分钟趋势的反转啊？是有机会的。所以当前呢，我们就以左边这个区间作为防守位，或者说把目前的白 K 低点作为防守位，大概呢是120.9啊，121附近。那如果再次的黄带有压力，然后下跌破位啊，那么这种时候呢就作为一个止损。所以这里呢出现白 K 的突破可以作为加仓点。当然，如果你是看日线的话，当前还不行。日线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蓝 K，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反包的买点，买入之后呢，以蓝 K 低点作为防守。目前虽然出现了红灯，但是没有这个跌破蓝 K， 所以依旧有支撑。那么有支撑下，我们等再次的收阳线出现绿灯，或者说吃掉这根阳线的高点出现阳包阴线不跌破蓝 K 低点有效情况下，可以再次作为砸盘的一个买入信号。这是一个日线级别。所以30分钟昨天其实有日内的买点，如果是日线级别的话呢，还得等一个阳线的绿灯。我们看到今天的绿灯的判定，低点支撑是118.31，高点的压力呢是129.79关注这两个数值。而作为保守投资者来讲，其实目前的 HOD 呢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买点，因为我们说的这一个买点呢，它具有长上影线。我们说你哪怕买也不能买多，而后甚至你可以不买。我们说的买点最好是一个绿灯，而后有实体阳线的这种 K 线，这种长上影线呢，正常来讲它作为右侧买点也不是一个好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PP， 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一个日线图表。APP 呢，它的一个走势就是大的运线结构往下的一个偏移，指数呢是往上走，它呢是往下走。虽然整体都在运线之中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短线日内肯定是弱于指数环境的，弱于平均的水平。目前跌破了587.88，来到了运线的下沿。我们说运线下沿肯定是有一个支撑的，就跟指数目前的运线上沿它有一个压力一样，所以这里出现反弹很正常。但是它因为是弱于指数所以这个支撑能不能撑得住感觉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依旧看到目标位是507.87，也就是说大概率要回补一下这个缺口，再去看一下止跌的可能性。至少从价格走势，目前没有止跌的动作。我们说要等待一个买点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它也没有出现都是阴线，所以它也没有买入信号。
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呢是 APP 的日线图，它目前的上方是不是一个紫色带转为了黄色带？黄色带反弹出现红灯，这是一种空方的局面，因为有大阴线在这里，所以整体来讲还是震荡行情，所以震荡行情不破下沿之前，目前这里短线出现反弹是一个正常现象。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绿灯，但是是一根 K 线为上涨的阴线所以这种 K 线呢不作为买点。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继续反弹，如果继续反弹的话，压力依旧在飘带上，就是603.858作为第一个反弹的压力位。目前呢是尽量不要随便去抄底这个 APP。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559.03高点压力是577.372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 HOD 和 APP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关于比较多的个股的一些短线的分析。那么阿哲呢会讲到它的红绿灯以及它的趋势方向但是速度会快一些，希望这一部分也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NVDA 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那英伟达呢它其实跌破趋势带之后是一种震荡并没有说有效的一个跌破，但它也没有出现比较好的买点。我们说跌破的2根 K 线选低点作为支撑是吧？它刚好呢也在后续构成了一个运线，运线后没有出现上破，没有好的买点，没有绿灯一直呢是上方大跌之后红灯保持，没有绿灯产生，所以它没有一个运线上破，也没有绿灯，整体呢还是偏空为主有一个弱于指数的一个走势了，已经开始弱于指数。那么这个位置的蓝 K 代表短线超跌，短线超跌虽然有反弹，但是力度还是偏弱的。目前往下试探了一下支撑，而后日内有所反应，飘带呢是逐渐的要转空了，这里哪怕反弹是吧，大概率应该要转为黄色带了。不过这一个蓝 K 低点不破之前还是有走多的机会的，所以这里呢依旧还是找多头的方向，因为它呢这里是支撑，除非后续有一根阴线把它跌穿，那么飘带转黄带，后续反弹你再去看一下是否要走空方的方向。但目前来说它的整体还是有多方机会，只是一直没有买点，要么突破蓝 K 高点184.87要么出现比较不错的仿包阳线绿灯产生。我们看到低点支撑175.18，高点压力181.86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ABGO 的话，它的紫色带和黄色带目前还是有支撑为主整体呢虽然是一堆阴线但是底下还是有支撑的。飘带的下沿呢在340.816它有那么一点点跌破了，但还不算有效，因为有长下影线，并且就破了一点点。我们关键是左边这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光头的阴线，光头阴线曾经被破了一次，但是是假破位，后续又突破。好，突破之后，目前再回踩了一下它的低点，而后目前有止跌动作，等一根绿灯 K 线再加仓。我们当时在这里提醒过有一次的机会买入，后续回调一直等加仓点，但是它一直没出现这种实体阳线。我们以光头阴线低点作为支撑和止损位，而后等待一根绿灯的产生。我们看到低点支撑目前是331.655，高点的压力是344.15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整体股价走势依旧呢是保持一个绿灯没有出现红灯，中途有一个红灯，但是后面重新恢复了。它当下呢就是一个高位震荡而后飘带在乖离修复，目前越来越靠近。飘带目前呢上沿是220.527，靠近之后它就有可能重新走波段的上行。飘带呢是比较宽的，所以这个支撑位阿哲认为是比较有效。目前保持震荡的动作是一个向上收敛，那么这个行为如果出现明显的阴线下破，再破飘带的上沿，那么就不太好。在此之前，我们整体还是以看涨为主。那么这一个回调要么就是飘带上沿220.527，要么就是中轨205.662，这两个都是正常的回调区间。当下呢是一次像样的回撤都没有所以作为买点的话，这个区间内的买点很多都是短线为主，波段买点是还没出现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19.929，高点压力是235.182我们关注这两个点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MS 呢之前出现一个大阳线向上突破本以为呢是要启动了，但没想到见到一个高点扫过了左边的一个高点区间，但是抛压好像有点太强，直接回落跌破之前突破的一个高位，
好，目前下跌呢是破了左边这个震荡区间的下沿，破完之后往170在运行，当下是2根蓝 K， 我们曾经就是用蓝 K 加170在这个位置去伏击的。那么这一波上行之后又回到这个170附近，那么170在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我们在这附近的价位都依旧把它判定为上升趋势的一个低位，或者说把它判定为一个相对的底部区间。好，那么这里的蓝 K 有长下影线没跌破170，我们就等待蓝 K 消失，蓝 K 突破。目前蓝 K 的高点在 48.9 所以这里仿包阳吃掉就够为一个170附近的再一次的波动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45.43， 高点压力 48.18，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ircle 它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左边的蓝 K 右边也是蓝 K， 两个蓝 K 在同一个价位出现，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关键的支撑点，收阴跌破蓝 K， 那么低点出现止损。那么目前来讲，你说有买点，其实也有反包之后是个买点，但也还是长上影线。长上影线买了就容易调，所以这里最好是回踩过程当中再次收出绿灯阳线，而后去买进。如果能反包就更好。所以当下就是一个低位震荡长时间下跌之后的低位震荡，目前是否能反转成功，需要再次站上飘带转为止飘带会更有戏。这里呢可以作为低位去找埋伏点，但最好是有右侧的阳线产生会更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19.395，高点的压力是 127.89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相对的运线反弹但是这个反弹过程跟英伟达有点像它都没有出现我们所要的绿灯前面这个地方是运线，后面也是一堆运线，所以整体来讲是以震荡为主。昨天虽然大跌但是它没有破运线下沿，而后它的飘带呢是已经完全被跌破了，并且是转为了一个很细的飘带，很容易或者说100%基本会走为一个黄飘带。所以当前的走势 PLTR 是已经破位破位之后超跌反弹，看能不能站上飘带，否则这个地方反弹一下可能反而是做空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66.06， 高点压力是 178.85， 而后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整体的价格在哪里呢？它目前是在 179.892所以这里呢后续可能是一个压力。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COIN 的话呢，目前也是来了一个长上影线的回踩过程当中，蓝 K 的低点是没有被破的。好，它没有破蓝 K 低点，那么曾经这里呢我们作为 IR 的买点，没有破的话，那么就目前不构成止损和离场。等到它收阳线放量再突破蓝 K 高点，我们依旧能够作为加仓点 336.3 作为关注的点位。而如果收阴线跌破低点，那么要止损了，这个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砸盘，它有可能是一个趋势破坏反弹，它就会转为一个环带，就容易是压力。所以当下呢尽可能尽快的出现反向阳线放量出现，那就是加仓点，否则应该会慢慢的可能要打止损了。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303.285， 高点的压力是 327.5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R 的整体股价运动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运线跟指数是同步的，价格走势在这个阴线之内在运行。而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呢也有绿灯红灯，说明它这个整体的波动对于这个股票来讲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是一个绿灯后转为红灯，我们说绿灯转红灯短线是偏空，而后红灯转绿灯的短线就偏多目前走为偏空。价格走势飘在下沿的支撑，它是 137.651作为一个防守，目前没跌破，飘带呢还算有一定宽度，所以这里从波动来讲还问题不是很大，但短线呢目前是构成了震荡区间之内回调的一个判定。而后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33.86， 高点压力是 140.81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位的一个下行中它出现了什么动作跌破了2根，那么跌破2根是不是属于趋势的砸盘的判定了？刚才我们说170是不是也是跌破2根 K 线，关注到低点产生，它是属于中长期的，而飘带呢是属于中短期的判定，所以目前它是跌破1根，跌破2根，好，2根 K 线低点作为防守，高点如果收阳突破它，那么作为一个买点。当下呢没有去跌破，而是出现长下影线所以我们就等一根仿包阳线
最好把它的高点给吃掉。那么绿灯而后有中阳线出现，作为砸盘判定后的第一个买入。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12.65， 高点压力呢是 123.0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苹果在运线之内出现了一个上破，是吧？所以说明它的整体强度还是 OK 的，还是比较强于市场的，并且有新高突破之后三阳小顶回落所以目前看一个回调，因为飘带是一个紫色飘带回调，那么支撑呢为飘带的上沿，目前是 254.358， 而后我们再看到价格的一个走势回落，除了飘带支撑，你也可以看一下何时由红灯转为绿灯，飘带支撑刚好也在前面母线的一个区间之内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支撑，而后在支撑点找绿灯重新买进就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253.23， 高点压力是 260.6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FIG 它跌破了2根 K 线之后，又来一根阴线，把左边的这个砸盘低点给跌破了，所以当下有点脱离到我们的砸盘区间之外但是它有2根绿灯，同时也是一个长时间下跌之后的一个低位区间，目前也有这个低洼区，所以在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时又来到了一个前期的低点附近，所以这呢可以认为是一个支撑区出现蓝 K， 等反包蓝 K 消失去构成买点。虽然目前脱离一个砸盘的一个区间，但整体来讲还不是说没有希望因为它临近前低有可能是20回踩，所以等待一个买入机会，或者说一个加仓机会。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50.08， 高点压力是 53.83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阿斯麦在强势上涨之后，是不是也陷入到一个震荡跟特斯拉有点像但它很强势的一波运行后，它目前是在左边高点扫了一下有上影线，而后目前走弱，连续2根的红灯，是吧？你应该知道了，要开始小心不能像前面一直是绿灯一直做多一样，红灯后呢开始要减。前面也是蓝 K 之后反包，而后产生了一波反弹不过前高就有可能往下破低点，那么就会构成趋势结构的破坏，所以要小心飘带的打破。那么这里呢，除了一边减仓之外，一边关注飘带的支撑，上沿是 1007.684， 看到低点支撑 986.862， 高点的压力呢是 1022.372如果这里能够转为绿灯，那么就可以构成再次的回调买点。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一直呢在新低，最近虽然有聚保存在低洼区有机会反弹，但是反弹要作为反转本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前面这一波那么强的反弹170呢还是压住了，目前170向下，股价开始在170下呢走出很多的一个 K 线，目前的趋势中期、长期、短期都是偏空，所以 MSTR 呢我们比较少去讲再次买进的一个情况了。当下呢有蓝 K 的反包突破，并且20回踩没跌破，所以这里可以作为超跌买点，但是不作为主要选择的做多标的。我们看到它的低点支撑是270，那么看到预测值低点这里是 268.025， 高点的压力呢是 289.385。如果这里能够出现突破 289.385， 那么会出现一个绿灯 K 线，绿灯如果能站上，那么我们说也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或者说加仓点，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买点再突破如果能放量就更好再做买进。上方的黄色带的第一个压力是 309.456这个呢会有所变化，但是整体会往下移。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的话，它目前的位置有点冒险或者有点风险，因为它是2个高点，跟阿斯麦一样虽然有新高，但是是不是新高之后立马就跌回来，所以这里不能排除它是一个双顶结构，黄 K 出现而后跌破本身就要减仓，那么短线的红灯也同样构成一些风险点。如果再有一根阴线击穿飘带，整体阴线击穿又要进行进一步的减仓。我们看到这个飘带的下沿它目前呢是在 247.09作为防守位。那黄 K 呢目前还保持跌破所以呢还是一个压力。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51.491， 而后高点压力呢是 258.219，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的整体构造呢，它是黄色带，所以短线呢偏空，而后目前反弹到黄色带，收了一个
下破 K 线、红灯 K 线、绿灯转红灯，所以短线是不是也偏空？所以中期偏空，短线偏空，而后170天线整体在这失让，所以170呢是有支撑的，勉强算是一个中长期震荡吧。那么这个地方是回踩到170附近出现了仿包，而后反弹很强势。目前其实整体也在慢慢转为上涨，因为它有个缺口，目前只是涨势回补，还是有支撑的。当下呢，就看能不能红灯快速短期再转为绿灯，那就有机会去往上破飘带，而后回踩等转紫色，那么趋势有机会走出我们的170附近的一个底部反转。那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5.493，那么高点的压力呢是218.978，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在这种行情之下，你要以170作为一个支撑，而后突破回踩转为止带，往上看趋势仓位呢慢慢上，目前呢只是一个可能反转，但你不是100%反转所以这里呢要关注一下整体的动作。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MCI 它整体来讲也是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但是不构成一个很好的反包买点，蓝 K 呢还是有支撑的当下呢没有跌破，整体呢昨天都有一种长上影线去扫过一些止损位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下来说，反弹的概率市场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能不能转为绿灯，如果有绿灯甚至反包，那么就是一个买点。这波调整到现在虽然有过一次绿灯，但是它是一个影线，所以不作为买点。我们要的是实体阳线，而后为绿灯会更好。那么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49.015，高点压力呢是53.51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10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在短线震荡当中是否下跌产生买入机会，我们关注接下来的行情变动。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更多行情解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